在广州这座繁华喧嚣的都市里，相亲市场就像一个永不落幕的舞台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故事。我作为一名在婚恋服务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红娘，自称为丽姐，可谓是阅人无数，见证了太多单身男女在爱情道路上的徘徊与迷茫。而最近几位大龄剩女的经历，却如同一把重锤，狠狠地敲击在我心头，让我忍不住想要一吐为快。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，大龄剩女似乎总是被贴上要求高或者不合群的标签。可实际上，在我深入了解之后，才发现真正阻碍他们找到合适另一半的，往往并非他们自身，而是那些给予他们无微不至关怀的父母。这些父母啊，将自己的孩子视若珍宝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可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却越是在不经意间捂住了他们寻觅真爱的机会。尤其是那些已然30多岁却依旧单身的女孩们，她们背后所隐藏的真相，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。先来说说阿玲吧。阿玲今年刚好30岁，她有着典型的广州都市白领形象，外表温婉动人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那白皙的皮肤却为她增添了几分柔美。在周围朋友的眼中，阿玲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，无论是她稳定的工作，还是她良好的修养，都让人觉得她在相亲市场上应该是颇受欢迎的。找个合适的对象似乎不该是什么难事。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，阿玲至今仍在单身的阵营里徘徊。有一次，我和阿玲闲聊起她的相亲经历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她的父母竟是她相亲路上的最大绊脚石。阿玲的母亲对男方的物质条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，每次给阿玲介绍对象时，都斩钉截铁地表示，男方必须得车房存款全到位。我当时一听，心里就咯噔一下。在广州这样竞争激烈、生活成本颇高的大城市里，能够达到如此标准的男生本就为数不多，更何况是那些年龄稍大一些的男士呢？很多人奋斗多年，可能也仅仅只能满足其中1、2项条件罢了。阿玲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红娘姐，其实我真的不需要男生多有钱，我更看重的是2个人之间的感情。可我妈却总觉得我应该找个条件好的男生，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亏待自己。我看着阿玲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阿玲啊，你说的没错，婚姻可不是一场简单的物质交易，感情、性格、价值观这些内在的东西才是维系一段婚姻长久的关键所在啊。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选择一个人，那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这样的婚姻未必能让你真正的幸福。阿玲听了我的话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眼神中却透露出一丝犹豫。可她的母亲却全然不顾阿玲的想法，只要一听到哪里有符合她所谓优质物质条件的男生，就迫不及待地给阿玲安排相亲。结果呢，每次相亲都因为男方无法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无疾而终。再加上阿玲自己在职业上也有着相对较高的追求，她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能够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事业，这无疑又给相亲增加了难度。那些前来相亲的男生们，往往在听闻阿玲的诸多要求后，都被吓得望而却步。几次相亲下来，阿玲渐渐变得有些迷茫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太挑剔了，是不是自己的要求真的不合理。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，我特意找了一些与阿玲相过亲的男生聊聊他们的想法。这一聊，我才发现阿玲的一些高要求确实让男生们有些无所适从。比如，阿玲希望男生不仅要有不错的经济基础，还得有足够的时间陪伴自己，同时还要对他的工作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。这对于很多忙碌于事业打拼的男生来说，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再把目光投向阿雪，阿雪可是个极具个性的女孩，她外表坚强独立，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，在事业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如今，她已然是某家知名企业的管理层人员，在职场上可谓是风生水起。然而，她在感情方面的空白，却成了她父母心中沉甸甸的大石头。每次见到阿雪的父母，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我倾诉：你一定要帮我们雪雪找个对象啊！她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的，根本就没时间去认识合适的男生。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担忧，
毕竟，在父母的眼中，无论孩子的事业多么成功，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总归是不圆满的。可我也能理解阿雪的心情，她曾坦诚地告诉我，她不想随随便便找个人将就着结婚，她一定要找到一个既能与自己的事业心相匹配，又能真正理解她忙碌生活状态的伴侣。我曾经精心为阿雪挑选了一个相亲对象，那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外形也颇为帅气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。我满心以为他们或许会有发展的可能，可在阿雪眼中，这个男生却并非良配。原因很简单，每当他们谈及工作时，男生总是流露出一种你事业心太强的态度，这让阿雪觉得男生根本无法理解自己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。阿雪一脸坚定地对我说，丽姐，你知道我的职业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。如果未来的另一半不能理解我这一点，那我们两个人又怎么可能携手走得长远呢？我听着阿雪的话，心中不禁暗暗点头。阿雪说的确实在理。然而阿雪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，每次见到我，阿雪的妈妈总是愁眉苦脸的抱怨，你看看这么优秀的男生她都不愿意嫁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真的是担心死了。在父母的不断施压下，阿雪不但没有妥协，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她开始对相亲对象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，甚至有些要求在旁人看来有些奇葩。她要求男生必须和她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、相似的生活方式，而且最好是985高校的毕业生，还得至少有出国留学的经验。这样的要求一提出，无疑让很多男生望而却步。那些原本对阿雪有好感的优秀男士，在听闻这些条件后，都觉得自己可能无法达到阿雪的标准，渐渐地失去了追求她的勇气。阿雪的相亲之路也因此变得愈发艰难。最后不得不说说小梅的故事。小梅今年也是30岁，她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，外表娇小可爱，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。她是一位小学教师，每天与孩子们相处，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亲和力和温柔气息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孩，却在相亲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阻碍，而这一切的源头便是她那控制欲极强的母亲。小梅的母亲在她的相亲过程中简直可以说是全程掌控。每次小梅去见相亲对象，她的母亲必定会全程跟踪，从相亲的地点选择到相亲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，甚至连小梅和男方的对话，她都要强行参与进来。我曾有幸见识过小梅母亲的厉害，那一次我安排小梅去见一个男生，这个男生可是个难得的优质青年，他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，学识渊博，性格也十分温和。在相亲过程中，小梅和男生聊得非常投机，两人相谈甚欢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可就在这时，小梅的母亲却突然插了进来。她直截了当地问男生，你家里是不是一定要有房子？你自己有没有车？那语气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商业谈判，对男方进行着毫不留情的经济审查。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十分尴尬，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神色。最后他忍不住说道，你们家要求这么多，怎么让我有信心和你女儿建立关系？小梅顿时涨红了脸，陷入了极度的尴尬之中。而她的母亲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处，只是微笑着回应道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做父母的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过得不好啊。男生听了这话，心中更加不悦，他直接站起身来表示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3个人之间的相亲交流不需要如此高强度的审问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。这场原本充满希望的相亲，就这样在尴尬的氛围中草草收场。从那以后，小梅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再也没有主动提起过任何关于结婚的事情。而她的母亲却依旧不依不饶，还在她耳边不停地唠叨，你要是不想结婚就早点告诉我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小梅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痛苦。这些大龄剩女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，清晰地映照出了一个现实问题，父母的过度关心并不一定能为孩子带来幸福。作为父母，他们固然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和担忧，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然而他们却往往忽略了孩子内心真正的需求，
在婚姻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能仅仅只看重外在的物质条件，更应该从女孩们的角度出发，去深入理解她们的内心渴望。而我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简单的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，我更要做的是帮助他们看清楚真正的婚姻意义，引导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尤其是对于这些大龄剩女们，我要帮助他们摆脱父母金钱陷阱和理想主义的束缚，让他们能够勇敢地去追寻自己心中的爱情，找到那个真正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另一半。在阿玲的故事中，我尝试着与阿玲的母亲进行沟通，我耐心地向她讲述了阿玲的内心想法，告诉她阿玲并不是一个只看重物质的女孩，她更渴望的是一份真挚的感情。同时，我也向她分析了当前相亲市场的现状，让她明白在广州这样的城市里，能够满足她所提出的车、房、存款全到位标准的男生数量有限，而且这样的物质条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婚姻的幸福。阿玲的母亲听了我的话后陷入了沉思。我知道改变她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但只要有了开始就有希望。对于阿雪，我一方面继续为她寻找合适的相亲对象，在挑选时更加注重男生对女性事业的态度和理解能力。另一方面，我也积极地与阿雪的父母交流，让他们看到阿雪在事业上的成就和努力，理解她对婚姻伴侣的特殊要求并非无理取闹。我鼓励阿雪在相亲过程中，适当地放下一些过高的要求，给彼此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。毕竟人无完人，感情是可以在相处中慢慢培养的。而面对小梅的困境，我首先安抚了小梅受伤的心灵，让她重新树立起对爱情的信心。然后我与小梅的母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，我告诉她，她的过度参与让小梅在相亲过程中感到极大的压力，这不仅不利于相亲的顺利进行，反而会让男生对小梅产生不好的印象。我建议她在今后的相亲中，给予小梅更多的自由和空间，让小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与男生相处。小梅的母亲开始有些抵触，但在我多次耐心的劝说下，她终于有所松动，表示会尝试改变自己的做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工作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不能仅仅满足于为客户介绍对象，更要关注他们背后的家庭因素和心理需求。我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和情感疏导能力，以便更好地帮助那些在爱情道路上迷茫的人们。我还组织了一些婚恋讲座和单身派对，邀请像阿玲、阿雪、小梅这样的大龄剩女以及其他单身男女参加。在讲座中，我邀请了一些婚姻幸福的夫妻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故事，让大家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关于婚姻经营的智慧。在单身派对上，我精心设计了一些互动环节，让大家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相互了解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我希望能够为大龄剩女们创造更多接触异性的机会，同时也帮助他们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子，增加找到合适另一半的可能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。阿玲的母亲开始不再那么执着于物质条件，阿玲也在一次相亲中遇到了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男生，两人正在慢慢相处，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。阿雪在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后，与一个理解和支持她事业的男生建立了联系。他们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上找到了很多话题，相处得十分融洽。小梅的母亲也学会了放手，小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了一位善良体贴的男士，他们的感情发展顺利，小梅的脸上也重新绽放出了幸福的笑容。这些变化让我感到无比欣慰，也让我更加坚信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，关注大龄剩女们的内心需求，帮助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勇敢前行，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归宿。在广州这座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城市里，每一个大龄剩女都应该被温柔以待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终将会迎来美好的结局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在婚恋服务的道路上，我知道还有很多像阿玲、阿雪、小梅这样的案例等待着我去处理。我将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，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真诚的态度，为更多单身男女点亮爱情的灯塔，让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彼此，携手走向幸福的彼岸，
因为我深知，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承载着无数的梦想与希望，而我有幸成为这些梦想与希望的守护者。